空又俾人叫做合法但係唔道德嘅交易。喺金融界裏面最出名嘅沽空追擊大事咧，由2001年嘅安然會計醜聞，到08年嘅雷曼破產，以至去到15年嘅大眾汽車排放醜聞，去到今年年初 Adani 嘅事件，淨係呢幾間公司加埋就已經蒸發超過2613億啦。沽空追擊事件令到呢4間公司講緊喺幾個月內，甚至係幾日內咧就可以冇咗咁多錢喎。而呢啲咁嘅沽空機構賺到盤滿缽滿，咁好賺，梗係唔好俾佢停啦。近日又有2間嘅上市公司咧被呢個沽空機構追擊。當中咧更加有公司被揭露佢係進行緊呢個龐氏騙局，呃緊我哋呢啲投資者嘅錢。呢啲咁樣由沽空機構好似揭秘咁樣咧揾出一啲欺詐造假嘅公司，其實市場上面咧對呢啲資料非常之渴求，有好多人咧寧願花錢咧去買呢份報告。好多呢啲沽空機構變成網紅咁樣，大把人咧追蹤佢哋嘅 Twitter， 跟住佢哋去做買賣。佢哋咁樣揾食係咪真係正賺冇後果呢？今集嘅內容第一部分咧會同你哋睇下呢個合法但係唔道德嘅沽空交易。第二會同你哋睇下邊啲嘅上市公司咧係咁爆出一啲醜聞呢？第三，點解咁多人都話呢啲沽空獵人咧最終都會出事呢？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Ring 呢日推出咗唔同嘅投資課程，有教你估值啦、分析財務數據啦，同埋睇公司年報嘅。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喺下面嘅連結睇一睇啦。另外，如果你用 Ring 嘅獨家優惠開股票戶口嘅話咧，投資課程可以最高攞到75折添。想知多啲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咁究竟沽空機構係乜嘢咧？點解所有嘅上市公司咧都咁驚呢個獵人咧？沽空機構 Activist Short Seller 咧，即係從事沽空行為嘅一個機構。當然啦，都有啲個人去做啦。呢啲機構通常會 target 一啲特定嘅公司去做沽空，佢哋嘅目標咧就係由公司股價大跌裏面咧獲利。同一般嘅 short seller 唔同 ，activist short seller 咧，佢係主動去揭示一啲目標公司嘅問題，而且咧去散佈呢啲問題報告。所以有人又會叫佢哋做激進賣家，佢哋會用唔同嘅策略啦，好似爆大鑊咁樣揭露公司嘅問題。最常用嘅手法咧就係爆佢哋有呢個公司財務造假啦、操控交易股價啦，或者一啲管理層嘅醜聞等等。因為呢啲咁嘅資訊咧都係好 sensitive， 所以咧好容易咧就會引起成個市場嘅迴響，而且咧快速咁樣影響到呢個股價。但係你哋可能唔知道，做沽空嘅人咧其實係無需要實際擁有任何嘅股票，都可以喺股票市場面賺錢。Wing 有冇咁着數啊？有咩可能啊？咁沽空即係咩咧？做法咧就係呢個沽空嘅人咧先向呢個券商借入股票，但你借嘅時候就要有成本啦，即係 landing fee 啦，借貨費用。借到翻嚟嘅股票咧，做沽空嘅人咧就會喺依家嘅市場價格裏面咧出售，佢哋當然啦會期望呢個股價喺某段時間裏面咧會大跌啦。而當呢個股價真係跌咗之後咧，佢哋就可以用一個更低嘅價錢喺市場上面咧買翻呢啲股票，再歸還翻俾呢個券商啦。係啊，佢哋就係咁樣高買低賣咁樣賺差價咯。其實喺好多嘅金融市場裏面咧，譬如美國啊、英國、加拿大咧，做沽空係合法嘅，而且佢哋有一個較寬鬆嘅機制。但係對於一啲亞洲市場嚟講咧，譬如中國、韓國、印度咧，都比美國市場有一個更嚴謹嘅交易限制同埋規範啦。有啲國家甚至係有呢個禁止做大額沽空嘅機制添。咁點解一啲做沽空交易咧會俾人叫做一個唔道德嘅交易咧？嗱，我哋依家先睇一睇一啲公司嘅醜聞同埋佢啲例子咧，你哋咧就會明白多啲。咁睇完例子之後咧，我再解釋俾你哋聽。近年人氣最高嘅沽空機構咧就係 Hindenburg Research 啦，佢哋先喺2017年咧成立嘅，係啊冇幾耐嘅就係間公司，但係咧依家係一間非常非常之有名嘅公司啦。Hindenburg 咧一炮而紅係出於佢哋喺2020年咧，佢哋發布對電動車商 Nikola 嘅一份報告。我依家同你一齊睇一睇啦，呢個報告有幾犀利嚇！呢個報告嘅第一句咧就已經咁寫啦。今日我就要爆出點解我哋認為 Nikola 係一個錯綜複雜嘅騙局，而成個騙局就係建基於佢嘅始創人幾十個大話之上。佢嘅報告咧真係寫到好似小説咁，由第一句咧已經好吸引你個眼睛，繼續睇落去。而喺2年後，2022年10月，Nikola 嘅 CEO 咧真係被判有呢個欺詐罪。呢個咧就係 Hindenburg Research 嘅最大吸引力啦，佢成功追擊到公司，真係講緊咧風頭一時無兩啊！除咗賺名氣之外，更重要梗係錢啦。Hindenburg 咧大力咁樣沽空 Nikola，如佢哋所願，Nikola 嘅股價咧由高位大跌99%。Hindenburg 咧直情變成係名利雙收。喺呢個 case 裏面 ，Hindenburg 雖然佢冇透露公司賺咗幾多錢，但係咧佢就話啦，2021年因為 Nikola 咧佢哋係有一個創紀錄嘅收入。Hindenburg 喺 Nikola 嗰度賺到咁多錢，佢梗係下一步諗咩咧？梗係諗
點樣再揾更多錢啦，係咪？所以咧，佢哋就 target 喺世界上面最有錢嘅人，仲有邊個人咧可以俾佢哋咧揸住個把柄呢？等我睇下先。第一個 Tesla 唔係呢個 ，LVMH 都唔係呢個。啊哈，就呢個啦。Hindenburg 咧真係中咗 jackpot。今年1月 ，Hindenburg 咧就指控世界第3大富豪啦，印度人 Gautam Adani。Hindenburg 就話啦，佢自己用咗2年嘅時間去調查，搜集咗大量嘅證據去證明 Adani 集團咧係歷史上面最大嘅騙局。長達幾十年嘅股票股價咧嘅操控咧，令到依家股價一直上升，造成股價嚴重高估。佢哋亦都指控 Adani 集團咧有一系列嘅會計核數欺詐嘅行為。咁呢份報告咧係好長好多內容啦，但係咧有幾個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可以同你哋一齊睇一睇。第一就係咧。佢哋指控 Adani 大量咁樣利用呢個空殼公司去操作佢嘅資產。佢哋就話啦，Adani 喺全世界大量咁樣成立一啲咧冇實質營運跡象嘅空殼公司。呢啲咁嘅同 Adani 有關聯嘅空殼公司咧，更加向呢啲實體嘅上市公司咧借出佢嘅資金。佢哋懷疑呢啲咁嘅空殼公司有大量嘅會計資產減記嘅可能性。係啊，正常人俾佢哋咁樣講一講都會諗，係咯，呢啲空殼公司啲錢喺邊度嚟呢？咁當然啦，呢啲監管機構咧，仲未做出呢個實際嘅調查之前咧，Wing 我咧，梗係唔會知道裡面係真係發生咩事啦。但係就我以前咧喺銀行工作好多年嘅結論就係，我冇乜見過一間上市公司係唔用空殼公司嘅喎。我哋叫佢哋做 shell company 啊，空殼公司，其實係 corporate financing 咧裏面好常見嘅 structure 嚟嘅。咁以新加坡最大嘅企業之一啦，Singtel 為例啦，佢哋發行一隻債就會用一個空殼嘅公司，我哋叫 SPV，即係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去作為佢嘅發債發行人啦。依間專攞嚟做發債嘅 SPV 公司咧，通常係冇一個主要嘅業務嘅。每一隻債券啊，喺佢哋發行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一份 offering circular 啦，就係呢份。上面清楚咧會寫佢哋呢個發行人啊係邊一個，而好多時你哋都會見到一啲空殼公司嘅名咧係成為一個發行人。SPV 嘅公司咧通常係冇主要嘅業務，喺呢個公開咗嘅說明書裏面，佢哋都有提到呢間公司嘅唯一嘅目的咧係用嚟融資。亦都唔會咧對外公開佢哋嘅財務數據，而發債咧借到嘅錢就會用嚟支持翻佢哋嘅母公司 Singtel 嘅業務啦。所以用呢個空殼公司嘅融資活動咧係非常非常之 common。你隨手睇幾隻債券咧，全部都係用 SPV 嘅。所以對我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平常不過嘅事啦。我唔知點解咧 Hindenburg 咧要將呢啲嘢都寫埋喺個報告上面。咁當然啦 Wing 呢度都要戴翻個頭盔啦。咁我哋真係冇人知道裡面係發生咩事，除咗咧呢個監管機構咧真係調查完成之後有個報告咧，先至可以作出定論，佢哋係咪真係有一啲濫用呢個空殼公司嘅問題呢？但係咧呢個指控究竟有冇炒作嘅成分呢？我就留俾大家去自己判斷啦。第二個佢哋嘅重點指控咧就係話Adani 咧公司有一個好嚴重嘅審計問題。佢哋就話啦，Adani 集團裡面嘅首席 CFO 咧呢個官位啊持續喺度變動，8年裡面咧轉咗5次嘅 CFO。Hindenburg 咧就話啦，呢個公司應該有一個潛在嘅會計問題，令到咧 CFO 不停咁樣換人。咁樣嘅換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危險嘅信號。佢哋都提到啦，其中2間 Adani 上市嘅公司咧，係由一間蚊型嘅審計會計行咧去做嘅喎。佢話呢間公司咧係得15個員工嘅啫，而佢哋講緊呢個蚊型嘅會計師樓嘅辦公室咧，佢嘅每月嘅租金淨係講緊435蚊美金。係啊，你冇聽錯，唔係43500啊，係435蚊啊！佢哋就話啦，Adani 旗下有成100幾間嘅子公司同埋附屬公司，點解可以由一個咁細嘅會計師樓去做 audit 咧？佢就舉咗個例子，Adani Gas 咧，佢嘅 auditor 報告咧 ，side offer 嗰個 partner 咧，被發現原來係一個啱啱大學畢業冇幾耐嘅23歲嘅後生仔，所以 Hindenburg 咧就話啦，呢間公司咧似乎好難勝任咧個咁複雜嘅大型上市公司嘅審計工作。係啊，我都唔知佢哋點樣揾到咧呢個 auditor 個 office 咧個月租先係400幾蚊。咁不過咧，無論呢個 Hindenburg 啊對 Adani 嘅指控啊係啱定錯都好，佢哋成份咧嘅指控報告其實都好有娛樂性。喺我哋呢啲咁嘅平民百姓咧，未收到呢個調查
結果之前呢，咁冇人知道真相。當然成個報告仲有好多其他嘅重點啦，包括佢嘅公司估值啊嚴重被高估最少85%啦，而阿丹尼裡面嘅上市公司好多都有一個極高嘅槓桿比率啦，自由現金流量咧係好差啦，等等等等。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可以自己去睇啦。咁當然啦，阿丹尼亦都唔會喺度話捱打嘅，佢咧亦都即刻發布咗佢哋嘅官方嘅基本回應。但係咧，針對佢哋問題嘅重點咧，仲係好似未回應到。所以無論邊個啱邊個錯都好，事實就係咧，自從 Hindenburg 呢個報告以嚟咧，所有嘅7間阿丹尼上市嘅公司咧，大部分嘅股價咧都暴跌，由39% 至到80% 不等。而成個印度嘅股市 index 都因為呢份報告咧出現大嘅震動，成個阿丹尼嘅集團咧已經損失超過1000億美金。咁當然啦，做咗大沽空嘅 Hindenburg 咧又贏咗啦。所以咧，依家嘅 Hindenburg 咧已經賺咗好多好多嘅錢。有咁多錢，佢仲需要啲咩咧？咁當然係需要有名氣啦。因為只要佢繼續咁出名咧，佢就可以不斷咁樣賺更多嘅錢啦。要揾名氣咧，佢哋就要揾一個共同嘅敵人。因為咧，如果大家都唔中意呢個人嘅話咧，就好容易可以利用呢個羊群嘅心態咧，去一齊擠壓呢個股價。咁有邊個喺市場上面咧最乞人憎嘅咧？又俾佢哋揾到一個最佳人選。喺過去幾個星期咧 ，Hindenburg 咧繼續追擊唔同嘅公司，包括 Jack Dorsey 嘅 Block 啦，同埋呢個傳奇投資者 Carl Icahn 嘅 Icahn Enterprise 啦 （IEP）。追擊緊咧 Forbes 400裡面排行第36嘅 Carl Icahn 咧，一下子成為成個市場嘅焦點。好多人都會將巴菲特同埋 Carl Icahn 咧兩位嘅億萬富豪去做比較。因為兩個都有經營佢哋自己投資公司，叫人哋咧去投資佢哋嘅公司，佢會幫你揾錢㗎啦。但係其實 Carl Icahn 同巴菲特咧係非常之唔同。Carl Icahn 其實本身就係一個激進嘅投資者嘅教父，佢喺華爾街咧非常之出名，有人叫佢做 Corporate Hunter。Carl Icahn 咧係好出名去淨係追逐呢個短期嘅利益，去拼購呢一啲比較弱嘅公司嘅股票，再利用自己嘅持股嘅影響力咧干擾公司嘅決策。最終咧就可以成功咧抬高翻公司嘅股價，但係咧就即刻賣出翻自己嘅股份去獲利。所以咧 Carl Icahn 好多時都逼一啲公司去做一啲唔符合公司長期利益嘅決策，淨係對 Carl Icahn 一個人有利嘅啫。所以 Carl Icahn 嘅所謂嘅商業手法同埋投資策略咧，成日都引起市場嘅爭議同埋批評。所以 Hindenburg 咧又揾到一個好人選啦，因為咧好多人都唔中意 Carl Icahn，佢成個 image 就係自私自利啦，同埋傷及普通嘅投資者喺個市場上面咧，可以叫做臭名遠播。所以 Hindenburg 今次追擊 Carl Icahn 成個風暴喺市場上面咧係吹得又快又強烈啊！咁當然啦，成個報告嘅重點又係好多啦，當中咧最 eye-catching 咧嘅指控就係呢一個啦，龐氏騙局。咁乜嘢係龐氏騙局咧？簡單講句係一個欺詐性嘅投資騙局。呢啲騙子公司嘅手法咧，通常就係利用一個好高回報，但係咧又好細風險嘅投資 package 去吸引一啲投資者。從事呢個龐氏騙局嘅公司咧，通常會將佢嘅精力咧集中喺吸引新嘅客戶去對佢哋呢個投資項目咧進行投資。但係新嘅投資者咧就以為佢哋嘅回報咧係出於公司嘅銷售或者公司嘅營運所得嚟嘅，但係佢哋所有人都唔知，佢哋依家新入嚟嘅投資資金咧，其實係用嚟支付俾更早期已經入咗局嘅投資者作為佢哋嘅回報。所以呢個一層壓一層，好似金字塔咁樣嘅 structure， 就係最典型嘅龐氏騙局嘅模型啦。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指控，所以咧我都特登走去睇一睇咧 Carl Icahn 公司佢哋嘅財報係點。公司咧其實已經連續3年錄得呢個淨虧損。咁我又去睇一睇佢個 cash flow statement 啦，睇下佢嘅公司現金流量嘅情況。呢個用嚟支付翻公司籌資活動嘅現金流量咧，亦都已經係連續3年負數。但係公司咧仍然係可以維持到佢哋持續71個季度，每個季度派發$2嘅現金股息。公司仍然堅持為投資者提供高達15.8% 嘅年化收益率。哇！呢個18% 咧，其實係講緊迄今為止市值大過100億美金公司裡面最高嘅股息收益率嚟㗎。而喺市場上面咧，好多嘅投行都唔接
做呢個 IEP 嘅評級同埋佢分析喎。喺市場上面就係得一間投行 Jefferies 咧係 cover 緊 IEP， 而 Jefferies 咧係一直俾緊呢個買入嘅評級，同埋咧向散戶投資者咧表明佢哋嘅股息係永久而且安全。Hindenburg 咧就指 Carl Icahn 嘅公司咧其實係冇一個能力去支付咁高嘅股息，所以咧呢間公司係唯有靠用一啲新嘅投資者裏面咧獲得嘅資金，再向一啲老嘅投資者去支付佢嘅股息。呢個根本就係一個龐氏騙局嘅營運結構。除此之外咧，都有其他指控咧，就話呢間公司嘅股票被嚴重高估啦，日價成218%，亦都有提到佢哋嘅 NAV 啦，即係資產淨值咧被吹捧膨脹咗至少60%，同埋咧呢間公司有好高嘅債務槓桿等等呢問題啦。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喺呢個調查報告出之前咧，我係冇辦法去確實呢啲咁嘅指控係真定係假嘅。但係無論 Carl Icahn 啊，佢有冇錯都好，佢嘅資產咧一日內咧已經暴跌咗100億啦。IEP 到依家都仲未復原，已經暴跌接近60%。而呢個沽空獵人啊 Hindenburg 又贏大錢啦。咁點解沽空交易俾人叫做一個唔道德嘅交易呢？而點解咁多人都講呢啲咁嘅 hunter 啊，最終亦都會出事呢？一般嘅投資者咧都 prefer 將佢哋嘅交易係保密嘅，或者用一個好低調嘅方式咧去做沽空股票嘅。但係咧激進嘅賣家咧就完全相反，佢哋咧向全世界宣佈咗佢哋嘅立場，亦都咧發布一份咧關於間公司定價過高啊，或者咩醜聞啊，或者造假啊呢啲咁嘅論點咧嘅報告出去 public 嗰度嘅。所以做咁多 eye-catching 嘅報告咧，目的就係得一個，就係想引起咧大眾嘅注意力啦。但係其實咧呢啲咁嘅動作係涉嫌呢個操控市場價格，所以咧做激進嘅賣空者咧，亦都需要承擔一啲風險。譬如咁講啦，呢啲受影響嘅公司，甚至係政府嘅監管機構咧，都可以對呢啲沽空機構啊提出呢個訴訟嘅喎，而訴訟費咧可能都高達幾百萬美金。激進嘅買家本質上面就係操控緊市場。佢哋以影響呢個市場嘅行為咧，去謀取個人嘅利益。咁究竟咧引起呢個市場嘅恐慌行為咧，係咪合法？其實係取決於呢個賣空者佢嘅指控合唔合理啦。而監管機構 SEC 咧都好難證明咧，佢哋呢個人係有惡意啊，定係冇惡意去發布呢啲資料。而喺經濟上面咧，亦都可能會咧傷害到一啲無辜嘅公司。有啲公司可能真係咩都冇做過㗎嘛，但係咧，就最終被炒作成為目標，令到股價下跌，投資者受損。所以好多人都形容呢啲咁嘅惡意沽空，其實就係一個不道德嘅交易。咁當然啦，呢啲沽空機構咧，其實都有啲優點嘅。佢哋所散佈嘅報告咧，可以左右市場嘅樂觀或者係悲觀嘅情緒，令到呢間公司嘅股票嘅投資者咧越嚟越多，即係話咧成交量就越大啦。當呢個成交量越大嘅話咧，投資者嘅買賣差價咧就會越細。投資呢隻股票嘅成本咧就越少啦。不過重點就喺呢度啦，空頭雖然係可以增加咧呢一刻佢哋嘅拋售壓力，可能咧會暫時壓低呢個股價。但係記唔記得頭先我講過嘅 short selling 嘅過程啊？呢個咧賣空者最終咧係要 buy back 翻呢啲股票，再還俾券商嘅。所以巴菲特咧就有句名言啦，空頭咧其實係越多越好，因為咧佢哋之後必須要咧購買翻呢啲股票，即係話呢啲沽空者其實就係未來嘅買家，所以對一間公司如果佢係冇問題嘅話，見到 short selling 咧其實係好事嚟嘅，獲利回吐，即係指咧呢個做空者喺股票下跌之後，佢要加大佢哋嘅買盤壓力，佢哋買入呢啲股票嘅動作，其實即係代表喺未來咧縮減翻呢間公司股票嘅流動性。交易量咧亦都會縮細，從而咧就做到呢個穩定價格嘅效果啦。譬如喺2008年嘅金融海嘯，我哋都見到唔少。咁亦都好多人咧話佢哋係市場警察啊，因為我哋作為投資者，其實都唔想淨係聽華爾街上面邊個分析師、邊間投行咧，佢哋寫啲乜，我哋就信啲乜㗎嘛。基於一個利益衝突嘅問題，投行嘅分析師都係收錢寫報告嘅時候，你又點樣可以相信佢哋寫嘅嘢全部都係中立呢？所以好多人都話，我哋真係需要一個市場嘅警察咧，去將呢啲咁嘅醜聞啊、做假數嘅嘢咧，全部抽翻晒出嚟睇。不過呢啲沽空機構喺呢幾年咧，成日不斷咁樣揾食賺錢啊，好多個事件咧，亦都觸動咗 SEC， 即係美國嘅證券交易委員會嘅監管機構，佢哋嘅注目啦。佢哋啱啱都公布咗，對於咧呢幾個月嚟好多間銀行倒閉嘅事件，展開咗呢個沽空交易嘅調查，而佢哋預計喺未來幾個月內咧，可能會對某一啲嘅 short seller 咧執行呢個司法嘅行動。
當然啦，無論係分析師嘅報告定係呢啲沽空機構嘅報告，你哋都可以作為一個投資之前咧做一個參考嘅作用。但係對我嚟講，仍然係信自己咧先係最重要。所以喺投資之前咧，記得要自己做好功課啦。Ringier 推出咗唔同嘅投資課程，裡面有教你點樣做估值模型啦，點樣去睇公司嘅年報、財報，同埋點樣去分析公司嘅財務數據健唔健康呢？依家如果你哋開股票戶口嘅話咧，仲可以得到7、5折嘅優惠。詳情咧可以睇返下面嘅連結內容啦。咁你哋又認為沽空機構其實對市場最大嘅傷害性係乜嘢呢？第一就係咧損害咗一啲無辜嘅公司，第二就係散佈假消息，第三就係操控市場價格，第四係冇傷害性㗎，因為自由市場裡面咧係應該容許沽空獵人咧嘅存在。好，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返個 like、share 同埋撳返個啷啷訂閱啦。亦都記得喺留言區度話俾我聽你嘅答案。下次再見，拜拜。